产出缺口，一个在经济学中经常被提及，但往往被普通公众忽视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实际 GDP 国内生产总值与潜在 GDP 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能够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它显示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正在发挥其全部潜力，或者是否远远落后于其潜力。更重要的是，它为政府和中央银行提供了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产出缺口的问题。例如，在20世纪的不同时期，美国、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就曾面临过这一挑战。产出缺口的出现往往与经济衰退或过热有关，而这些都是需要政府干预以稳定经济的关键时刻。产出缺口在不同国家的表现和影响各不相同。以美国为例，经济学家们研究发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的产出缺口显著增大。这种情况促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以期重新激活经济。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缩小产出缺口及提高实际 GDP， 使其接近或达到潜在 GDP 的水平。产出缺口的成因通常与多种因素相关，如经济政策的变化、全球经济环境的波动、国内外需求的变化等。影响方面，一个国家的产出缺口过大可能导致失业率增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因此，理解产出缺口并据此调整政策，对于任何国家的经济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具体到国家政策的使用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方法来应对产出缺口。例如，美国在面对大的产出缺口时，可能会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包括降低利率和增加政府开支，而其他国家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如税收优惠、促进出口等策略。产出缺口的成因通常是多方面的，它可能是由于经济周期的自然波动，如经济衰退期间的需求下降，也可能是由于外部冲击，如全球金融危机。此外，技术进步和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也可能影响产出潜力，进而影响产出缺口。产出缺口的影响同样是多方面的。在经济衰退时，产出缺口的扩大通常意味着高失业率和生产能力的浪费；而在经济过热时，产出缺口的缩小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因此，政府和中央银行需要密切关注这一指标，以适时调整政策，平衡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总之，产出缺口是一个反映经济活动和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分析产出缺口，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的当前状况及其未来趋势，从而做出更为合理的经济决策。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成功的政策实施需要设定清晰且可衡量的目标，这些目标应该是具体的、量化的、相关的、现实的，并且在既定的时间范围内可以实现。例如，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可能会设定提高就业率和刺激经济增长为其主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策制定者需要确保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包括为实施政策的人员、设备、培训和监测系统提供财务资源。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培训和提升工作人员能力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健全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另外，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协作在政策实施中也至关重要。通过从政策制定的早期阶段就识别并涉及相关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行业代表和受政策影响的个人，可以确保政策满足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关切。有效的沟通和信息共享也是成功实施政策的关键要素。通过定期沟通政策更新和变化，确保所有利益相关方了解政策的目标、目的和要求。例如，在处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产出缺口时，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如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刺激计划，目的是提高实际 GDP， 使其接近潜在 GDP 水平。这些措施的成功依赖于清晰的目标设定、充分的资源分配、有效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和透明的沟通。
综上所述，政策实施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设计，还取决于如何设定目标、分配资源、参与利益相关方和进行有效沟通。这些要素共同作用于政策实施的全过程，对于实现政策目标和应对产出缺口具有重要意义。在政策实施后，我们可以观察到该国家经济的显著转变。政策的效果通常在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但是一些及时的影响也是可见的。例如，在采取措施缩小产出缺口后，一个国家可能会经历经济增长的加速、失业率的下降以及投资和消费信心的提升。举例来说，美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采取的刺激措施，如量化宽松和财政刺激，最终促进了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导致了实际 GDP 的增长，缩小了与潜在 GDP 之间的差距。经济增长的恢复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和消费者信心的提升，进而刺激了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此外，政策的实施还可能影响到通货膨胀率。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政策导致需求增长超过供给，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如需求不足导致的产出缺口，适当的刺激措施可以帮助提高需求，从而促进价格稳定。政策的长期效果也不容忽视。例如，经济增长的恢复不仅提高了当前的 GDP 水平，还可能对未来的经济增长轨迹产生积极影响。增加的就业机会和提高的收入水平可以刺激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形成一种积极的经济循环。综上所述，政策对于缩小产出缺口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影响当前的经济状况，还可能对未来的经济走向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观察到这些变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评估政策实施的效果，以及它们如何影响整体经济的健康和发展。政策制定者和分析师可以从这些数据中获取宝贵的信息，为未来的经济决策提供指导。例如，美国在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过程中，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经济恢复到了一个更加稳健和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上。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短期的经济指标上，如 GDP 增长率和失业率的下降，还体现在长期的结构调整上，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此外，这些政策的实施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对资产价格的影响。量化宽松等政策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可能会推高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虽然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埋下未来金融市场泡沫的风险。总而言之，对产出缺口的政策反应不仅改变了经济的即时表现，也塑造了经济的长期发展轨迹。这些政策的效果需要持续的监测和评估，以确保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减少任何可能的负面影响。通过这种方式，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加精准地调整政策，确保其既能刺激短期增长，又能维护长期的经济稳定。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产出缺口政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单一国家的范围，它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影响了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长期发展轨迹，还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美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的财政刺激和货币政策对全球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政策不仅帮助了各国摆脱经济衰退，还通过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和融合。例如，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仅提振了国内经济，也通过资本流动对其他国家的市场产生了显著影响。此外，产出缺口政策的实施也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带来了重要变化。它促使全球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加强合作，改进风险管理和监管体系，
从而提高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这些政策还影响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这促使国际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改革，以期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可持续的全球经济体系。总之，产出缺口政策不仅对实施国家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还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促进了国际合作，改进了全球经济治理，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这些政策的实施和影响，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在全球化时代变得越来越重要。